出席107位委员，赞成59位委员，反对0位委员，弃权48位委员。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制定通过。郑丽文主席在跟韩国瑜院长、卢秀燕市长以及黄国昌主席都完成了充分的讨论以后，我们凝聚了一致的共识，并由国民党、民众党共同来提案，希望在今天正式三读通过。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总。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同豪，大家好。右边是为你邀请到不知道国民党高层有没有跟他沟通过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我只能说那位女性是一派胡言。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啊。那位女性是谁？女性姓陈，东陈。财经专家许庆华，五哥好，大家好。那是韩结尾就对了哈。小平真的没有沟通过吗？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此刻心情跟那个有点像，哪个？黄敏惠。你要讲到黄敏惠是，就是那个讲法，就你希望人家帮忙的时候，一般来讲应该不太会是这样的一个。我知道原因，为什么？因为那个陈志汉超讨厌吃薯条，害到薯条哥的这样讲。OK， 好，那待会儿呢，大家后面也会聊到说整个选战啊，第一个军购这件事情对选战的影响，那到底会是怎么样？那第二个，在选战的过程当中，包括各阵营之中，大家不管是蓝白合或是提名，像譬如彰化这些，到底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好，但是一开始。军购对于年底的选战不会，大家都说，包括国民党中央在两岸之间的态度，或是军购的一些的态度，会不会年底的选战产生一些影响？现在看起来，对，那就是蓝白共提了7800亿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今天一个上午，朝野之间都在立法院，在整个弄像这样一些创下。第一个，蓝白共提7800亿的版本；第二个，傅昆萁出来直接告诉你哦，这是郑、韩、卢、黄国昌。一起共识出来的版本，意思就是大家一起背，后面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说你可以置身出来，是这个意思吗？基本上呢，目前为止炒了半年的这个军购特别条例，对不对？现在出来的最新版本就是蓝白的共识，叫做7800亿，然后7800亿叫做上限，3000加4800，对，4800是第二阶段的上限。好，那这样子呢，是不是能够如果说蓝白都这样子的结果？然后呢，这里面呢，3800亿加 N 有点退让，因为没有加 N 了。然后8000亿好像也退让了2000亿。那所以呢，傅昆萁据说今天生日，对不对？对，他今天生日，他今天生日嘛，那早上还吃了蛋糕嘛，所以他又也很高兴，因为终于没有表决。因为表决，他党团如果表决，他的压力很大。终于没有表决，所以他就特别讲，现在是几个人，郑啊、韩啊、卢啊。还有包含黄国昌，大家都是一起背了，然后所以这个状况看起来好像国民党我们先前以为的大场面，目前也没有了，没有了嘛，对不对？一个大场面呢，结果卢秀燕呢南下台中郑丽文去吃了牛肉面，对不对？然后结果那个东西是比较奇怪，韩国瑜你到我办公室来，然后我来跟你傅昆萁起罪，那怪怪的，不管怎样，对不对？通常傅昆萁起罪应该是你自己去，你自己去嘛，但是不管怎样。好像都已经国民党又瞧完了，那瞧完了，让黄国昌先前讲了很多什么样的状况，包含把蔡其昌说到处去拜托，还有行政院高层又讲了一段，然后结果看起来黄国昌呢也站在最后有个版本出来，而这个版本跟民众党的版本好像也可以接受，所以大家都瞧定了。目前为止，川普还是要去北京嘛，所以也没有拖到。真正到了川习会以后才来过，好像对美国那边也好像没有说一直倒到底啊，所以6月多的时候，据说郑丽文要去美国了，那目前可能就是前面的话，可能 AIT 会稍微多努力一点点，帮他安排见了什么人，然后呢，对习近平来讲，我握完手之后，至少也是到了这么久嘛，而且又打折啦，1.25兆变成只有7800亿。
然后这个时候，那当然里面呢，我是觉得蔡其昌是有点辛苦啦。辛苦是什么？还被黄国昌出来讲话。那黄国昌那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好的吵架本。因为他讲说行政院高层跟蔡其昌都要拜托，然后讲说不要8000亿，加一点到8600亿都可以。然后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是那要出来一句话，就是没有那么硬嘛。没有那么硬嘛。这个钱是可以谈的嘛。民进党那么硬。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是为他们也给自己的交代，然后也给民进党再捅了一刀。那至于蔡其昌呢，他当然就在说明了，说是保护台湾、避免战争的100分的版本。但是我们也知道，做人做事很难，要拿到100分，所以有60分。如果能够进到70分，他说他就希望一路上能够最好到1.25兆，但是不行的话，你尽量能够让保护台湾之下去做。先求有再求好，对不对？那失业劳工最喜欢讲这句话，先求有再求好嘛，对不对？但是不幸的是，结果也没有70分，因为刚刚算了7800亿除以1.25兆是62.4%， 62分算低空掠过，刚好过了。可是这个东西后续怎么去处理呢？那当然，这里面是加了，就是包含了是反无人机、防空飞弹的反飞弹，这个防空上的就多加，好像里面有列入，但是细节是什么再说。可是里面呢，其实还是真正的看美国怎么去看。美国去看的话，是美国川普也会觉得说，你们的自我防卫的决心，是62%，那如果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只有62.4%。那川普对台湾的支持会不会也只有62.4%？或者是差的这个37.6%，川普会不会用其他的方式叫台湾表现出来？那所以这里面呢，麻烦的事情是川普怎么解读？那当然没有加恩，就许玉仁也讲说这个东西对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会有影响嘛？那没有加恩解释，许玉仁先前已经有苦口婆心劝国民党。因为许玉仁上次跟哈德逊研究院的人一起来，他特别讲了，美国人不懂什么叫加恩，美国人看到恩就以为是 no，所以这次国民党一听话就把恩给拿掉。可是整个结局你看起来就是好吧，落幕了。可是真正后面的后坐力要看的是川普他到底怎么去解读这个62.4%。OK， 详细的说起来，当然就是3000加4800亿 ，OK， 7800亿，然后3000呢就是第一批，后面有发价出来，那再看第二批，那上限4800亿，所以整个叫7800亿。至于其他的商购委制啊那些，那就后面看着办，好吧？不管年度预算啦或者什么，那个后面再说，前面先举掉这些。这好，我们大家分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这对台湾的自我防卫来讲，它的影响是什么？第二个，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已经算是可以对选民有交代了吗？对美国也有交代，对选民也有交代，或是有人在讲说老共那个地方，那国民党当然不需要对老共要去做交代吧？但是这整个看起来的话，大家是找到一个平衡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包括内部当初讲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火车对撞，纪凌莲那个对韩国瑜开了枪以后，然后接下来这一连串整个军购过程，就是韩国瑜被白骂了一顿。然后结果呢，就回到了一进党上攻，是这样吗？而且这一段，当傅昆萁出来说，大家都不要再吵喽，因为包括韩，包括卢，那白银那个地方当然就是昌，还有郑丽文主席，大家都讲好的哦。可是郑丽文不是才说韩国瑜因为是院长高度嘛，那个数字跟文字他都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对嘛这篇那现在院长的高度。没有，我听到是这样啦。当然那一天是郑丽文约韩国瑜啦，前一天就是跟黄国昌谈完嘛。其实地点应该最后见面应该不是在党中央啦。那见面的时候，当然郑丽文在中常会是讲了那个纪凌莲翻页的事嘛。那当然也有谈到军购啦。那谈到军购的时候，因为下午要协商，所以韩国瑜有跟郑丽文表达是希望要有进度，因为一直在交代380跟800，300、800没有3800跟8000亿里面一直没有一个定论嘛。那下午要协商的时候，他是有跟郑丽文谈到说，希望有个能够往前推一步啊。那就有谈到那个 N 字是不是要稍微明确化一点？那有没有谈到数字？这我就不敢说了，因为我没有听到
就说我现在所人家告诉我的，并没有听到有谈到数字。但是韩国瑜是希望要有一个进度，跟郑丽文有谈到了哈。那当然，3000亿怎么来？你注意看，郑丽文在之前就一直强调说，发价书实际上只有3000亿嘛。他跟黄国昌谈完以后说，只有3000亿。对，3000亿嘛。那后面的加 N 是4200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加了600亿。而且我不懂为什么郑丽文一定要跟黄国昌谈完以后才发现是3000亿。国民党里面对于军购所有这些都没有人知道是3000亿吗？都没有人跟郑丽文讲过吗？一定要跟黄国昌谈完以后，他才发现哦，第一批没有啦，不用3800、3000多，为什么？国民党里面都没有人关心军购，连军系的所有这些委员都没有人了解。不是70年除了会骂韩国瑜以外，他没有告诉郑丽文应该这样讲啊，是郑丽文都没有问。那傅昆萁基本上只负责政治面，然后负责帮郑丽文坚持啊。最简单的一件事嘛，军购条例2次专案会议，那个傅昆萁也没有出现过啊。最简单的一件事嘛，军购条例2次专案会议，那个傅昆萁也没有出现过啊，也没有出现过啊，对啊，所以实际上具体里面知道的、问清楚的什么，基本上要去了解过了才知道啊。现在就讲一句最白一点话，国民党有哪几个立委在了解？就是3800、8000、3800、8000、3800、8000。有真的很多人具体去了解你实际发价数是多少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人实际去了解过啊。那第二个就是说，郑丽文的妥协，第一部分是党团内部已经就2个数字的派别已经在党团会议开干了嘛。第二个，黄国昌希望那个 N 要明确化嘛，那民众党是希望往上调嘛，那如果民众党要往上调，你认为郑丽文要怎么办？郑丽文能跟你说我不要吗？对啊，因为民众党如果跟绿营之间，大家如果要是条件那大家如果数字差不多，最起码可以勉强接受，那个蓝营就没用啦。当然蓝营就没有，不过就是说。7800亿，你可以看得出来，蔡其昌不是还要多要个600亿吗？其实蔡其昌这一招是蛮聪明的啦，因为如果计划型我第一笔启动以后，转到公务预算的时候，我跟人家签完约，转到公务预算以后，我要依约执行的时候，它变成法定预算了。法定预算你就要给他喽，你就要编给他喽。然后如果你们不审预算，契约的支付属法定预算是可以动支的哦。所以，但是你看黄国昌讲出来，我不知道黄国昌知不知道600亿的用意啊？我也相信他也没那么了解啦。就是除了7800亿，我什么都不给了啦。我什么都不给了啦。好，然后如果黄国昌真的对立法院很了解，他就会说啊，那600亿你们想要偷渡，以后变成那个计划型的嘛？因为你看他有没有讲？没有啊，他只想表达一件事啊，其实不用1.25兆嘛。其实他不是要不要1.25兆的问题，他讲这个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框了你600亿之后，我后面的执行计划变法定预算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哎，对你先给我第一笔启动费用，我的无人机可能要3000亿，我第一笔600亿拿到以后，我去下订单以后，我跟你下了2500亿，我后续执行的时候你就得给我过啊，因为你同意我的计划。但是算过对。蓝营来讲，黄国昌为什么说他也跟国民党的好友大家聊以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意思是说，年底选战，国民党的所有要选的人都可以跟他们的选民，跟所有的选民说，我们没有党预算啊！你看，就是过了7800亿啊！你们民进党老说我们党预算，我没有啊！它会变成一个各说各话的场面嘛？好，比如说你民进党一定是整体战略、整体防卫、整体的东西，对不对？
那他就跟你说，我们对美军购已经给了7800亿，其他预算的话编在那个公务预算啊，我们也没有反对1.25兆啊，只不过是我把你分开来编啊。其实国民党也有个理由可以说了嘛。只是说我把你分开来以后啊，什么啊，不管你后面的解释怎么样啊，这样我可以逐年有效监督，什么是随便他说了，他就变成有理由说话嘛，有理由说话了嘛，就说我们没有反对，我们没有反对发展无人机啊，只不过是说切开来国内的部分，我们就摆在公务预算啊。那算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对国民党内部来讲，算是8000亿派，这叫加码派。加码派是加码派算赢了吗？赢了党中央派吗？当然算赢啊！你不要忘记7800亿出来前一2天，你看郑丽文那个上电视那个当然了，3800亿加 N 啊，这有什么好说的？3800亿加 N， 现在变成3000亿加 N， 那个 N 突然从4200亿变成4800亿，那个3800亿突然降到。那个3800亿突然降到300亿，3000亿，那就很简单一件事嘛，郑丽文就可以出来说，没有啊，我们实际还是把关啊，3800亿不对呀，300亿啊，反正这个郑丽文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话都是他在说，不是吗？话都是他在说，所以你说加码派赢不赢？基本上3800亿跟3000亿。这2个都出自于郑丽文的嘴中嘛，但问题是那个 N 字有没有明确化？只要 N 字入法明确化数字，那当然就是党中央的版本被推翻嘛。OK， 来小平，是对国民党今年年底要选，对国民党要选，尤其要选县市首长，对，那个要过50%的那一种，对。真的松了一口气了吗？当然松一口气啊，就是2026的攻击发力线可以开始了，好不好？对啊，前面一直被那个压着，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特别是新北，好不好？新北现在只赢4.8，要珍惜这个，还赢一些，要稳住这个盘势，那就是7800、8000过嘛，这是基本盘。如果3800过的话，那不晓得会怎样。而他们这些也是关难过，关过。这22个参选人，22县市哈，你看中间有多曲折，复委不复委，第一个，然后那3500、3800加7800，就是比较好的结果就过了嘛。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啊？我觉得郑丽文可能有读到蒋公遗训，哪一段？就是那个7分。这个政治3分军事，当初国共战争输，后来的这个蒋介石很懊恼，说啊，我们宣传输人家，人性输人家，军事人家没用嘛，所以他一直念之在之哦。一开始我说郑丽文的理念就是谈是可以谈，就有往和平有进展，好，那他愿意让，我也感谢他呢。那他愿意让步，当然这个两边的角力嘛，对不对哈？就角力就是3800跟那8000在这边角力。但郑丽文愿意退让哈，我是真的感谢他，还有傅昆萁，请问你他们是不是比较特别、比较合中，跟卢秀燕跟韩国瑜比，这是2个意识形态的路线不同。你用的字词很奇怪，合中应该亲中吧？比较对老公友善，好不好？我这样讲，你们用什么是日本？不，你要将心比心哦。我郑丽文想干什么？我郑丽文是不是想3800加 N？是吧？绝对不是7800嘛。然后。我按耐的我的性子，但当然形势也在变。可是郑丽文难道他的权利、他的个性，他不可以干到底？他可不可以做女版的任我行？我管你好不好选，这就是我的理念。他理念就是3800加 N， 那不是7800嘛，很清楚。所以他受到了什么压力？他今天他是主席，他想建构已经睽违10年以上的叫国共论坛。我也见了习近平，那国共论坛也恢复了，也有10大会台政策、农产品等等。然后他今天支持7800，他压力很大。他压力为什么他压力来自哪里？以后国共论坛还要不要跟你开了？所以你的意思说是老公那个地方会反扑啊？老公那个地方你以为老公都不说话？我觉得老公一定会动手的啦。你过7800对蓝白一定会有压力嘛？这第一个。第二个，请问你郑丽文好不容易当选了主席，他是一票一票选出来，是得了6万票，得了50点几的票。请问你这些深蓝，甚至还有很多红统的票。在6万里面，大家同意吧？1半以上吧，这些是他的权力基础。
一个人他要得罪老共，还要放弃他的6万票一票直选党员的权力基础，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是哪来的压力让他能够顶得住你刚刚讲的那些压力，然后变成可以接受？我觉得还有几个我先讲形势，再讲他心路历程。我先讲形势。我先讲形势，再讲他心路历程。我先讲形势，这是卢韩联军哦，我觉得是胜利啦。哦哈，看起来 OK， 就8000亿派赢了啦。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从季离联攻击发起线，然后直接开撕韩国瑜以后，对，反而造成了你刚刚讲韩卢联军胜获所谓的加码派。这个时候加码派才有底气，为什么？因为本来深蓝族群或是刚刚讲黄复兴系统，可能郑丽文讲的、季离联讲的，他们都买单。但是当韩国瑜被骂了以后，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不行，所以这时候加码派有了底气了。韩国瑜被骂，这个怎么可以？这时候，所以你看到赖世宝直接跳出来，直接对杠成这个样子。蓝营的人好，那卢妈三子、黄建豪他们就直接跳出来杠。所以季离联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一段搞到最后，整个那种情势批变，可以这样说吗？这是一个事件啊。当然有些人讲说是不是周瑜打黄盖的，那我不知道啦，对吧？你不是上个礼拜说你跟季离联小有交情，你没有问一下？一点点，因为我爸爸是17期是他学长，好不好？我17期的学长，应该这样说哈，就是以往的郑丽文的强悍的个性，他不会让，就算形势我说我不让你怎样，我是主席我最大了，我跟你讲，没错吧？就好像以前这个历任的主席提不分区啊，对不对？这个吴敦义他们啊，他提谁就提谁怎样，那这就是当然他还愿意，他希望2026赢嘛，他知道7800比3800加 N 比较会赢嘛。这是在你们心里了然于胸的事情。他不会到这2天才知道吧？一下都知道，你都知道。形势当然那边力量一下都知道为什么要坚持那个3800加 N 呢？当然这边他们也集结卢韩的力量。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他这2天一定有很多事情顿悟，看到22县市顿悟，特别是新北，他看到新北有风险。本来是不是有一传出来输4%？所以说，然后现在倒赢4.8%。要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民调啊，民调就是选票嘛，对不对？所以然后一路走下去，他愿意改变，我认为就是要感谢他了，对吧？对你讲完以后，我终于知道高层为什么不理会陈志涵的话，没来跟你沟通。你这么捧郑丽文，高层怎么可能会听陈志涵的话呢？OK，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好了。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讲，对行政院，包括对执政党，因为整个架构、整个台湾的防御，那是一整套的系统。对。那包括你说战贵司司长黄忠将，他讲说那个不是缩水版的问题，没错。他说那个是缺这个缺那个的问题。对。那你们现在怎么办？我必须要说，我觉得郑丽文跟傅昆萁的这个党中央系统还是发挥了一个他们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包含卢秀燕你说8000亿好，然后甚至说9000亿一兆也可以。那侯友宜说8年他就是支持，他差不多跟院版8年1.25兆类似的规模。国民党的这个不分区立委陈永康，其实他也支持院版的8年1.25兆。他特别提到说，其实这几年在美国也有很多是要靠商购因为科技进步的非常快，光靠传统军中建制这样的速度不够。那问题是这个部分其实现在看起来都被删减了，而且也甚至也不是本来8000亿，因为我认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协商过程中的一个来回沟通。因为如果是最后今天8000亿出来的话，那显然是好像是这所谓加码派大胜，那郑丽文什么都没拿到，所以硬是从8000亿又再砍了一点，变成7800亿，给主席面子。对啊。其实就这样嘛。你说7800亿跟8000亿很大的差别是什么？其实就是说数字上不是你不是你这个韩国瑜、卢秀燕这些人完全赢嘛，是又被他拉回来一点嘛。所以那对我们来说，当然觉得说这个过程中其实台湾的国防是一点一点被扫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再跟大家讲一次这个差别在哪里了。其实最后你说8年1.25兆跟8年7800亿，最后主要差别会2块啊。一块是说在委制的部分，就是我们这几年这个中科院累积出来自制能量，在这一次没有办法放到预算里面。那
昨天我相信很多的国人朋友看到一个很感动的画面，是我们的海鲲号在海中操演实地发射超雷，就是说我们的海鲲号它已经又可以下潜，它又可以做战术机动，它现在也可以在海底发射鱼雷了，所以说基本上它距离成军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台湾国防工业一路以来真的是越来越成熟的一个进展。可是这一次的这个军事预算里面，包含我们讲的说过去天宫2、天宫3发展到这一次有所谓天宫4强攻的这个我们国产自制的防空飞弹没有办法纳进去，那非常可惜，因为我们中科院其实也需要靠不断的有研发能量、生产能量来维持它继续向前的动力。那另外一块是所谓的无人机的部分了，那这个部分是完全放在所谓的商购跟委制这一块里面。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必须要讲说，对于我们的军事核主力还是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战场上最强的一个不对称作战兵器其实是无人机。从乌克兰战场，从伊朗的战场，那无人机最重要的是数量嘛，对不对？我们讲说无人机的蜂群战术，像我们这一次本来是预计国军要采购20万架的我们讲的自杀式攻击式无人机，现在没有被放在里面。那其实我们台湾现在也有很好的能力啊。所以包含说，你看，你可以想象未来的一个场景是，假如中国的船只要跨海要做登陆作战，我们现在台船有做这个奋进魔鬼鱼这个无人自杀艇，无人自杀艇如果它一次是50台小艇出去，好，一次蜂拥而上，那其实对方很难完全拦截。可是你要能够做一次50的协同出击的这样梯次，你的库存量必须要远远大于50嘛，你可能要至少要5000艘无人艇，你才能够一波一波、一艘一艘这样打嘛。所以包含说我们安全被打折了。那刚刚最后提到是说，在选举会不会还是有影响？我认为还是会，因为我这要讲到就是产业面的，因为其实大家这几年，应该说这年，因为我们看到台湾经济很好嘛，可是很多人也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是说那除了半导体、除了电子业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产业我们国家可以扶植起来？那其实我们的军工产业是一个前景非常光明的产业啊，因为大家不要觉得军工好像就是好像就里面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其实没有。我们看日本现在川崎重工，然后现在这个三菱，其实在高市早苗上来以后，整个集团也都大肆发展，因为日本现在整个也是扶植军工产业嘛。那我们台湾刚好可以做的这一块就无人机啊，对不对？因为包含很多的所谓的这一些做车床的啦，工具机的啦，做金属加工的啦，然后做这个材料碳纤维的啦，做传感的啦，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所谓我们讲台湾中小企业，它不在我们讲的所谓半导体高科技，可是它是现在未来可能台湾下一个明日之星。所以包含说台中很多工具机的业者，嘉义有无人机的园区，所以我觉得这一些业者现在看到今天这个结果，可能会感到很失望，因为我最后讲一个，我们知道说，其实产业发展要讲究一个时机啦，因为你就像说龟兔赛跑嘛，乌龟最后赢了，可是因为乌龟趁兔子在睡觉的时候，一直努力往前走才赢了。那要是兔子没有睡觉，一直往前跑，那乌龟再怎么追也追不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当年我们台积电怎么走到今天的？台积电超车 Intel， 当年最关键的一个是 Intel 不接苹果手机的单嘛，他说这个手机没什么赚头，我不做啊，不做 iPhone， 哇，这个台积电一接起来，哇不得了，后面就飞了嘛。那我们知道说台湾无人机现在全世界都要买不是中国生产的无人机，那台湾现在有很好的时机，可是为什么我要讲时机？因为现在俄乌战争还在打嘛，乌克兰现在一年可以产700万架无人机，你要是有一天俄乌战争平息了，乌克兰的厂商他突然这么庞大出这个生产量。国内不需要了，他卖到哪去？卖到全世界各国啊。那时候我们台湾这厂商要去跟乌克兰厂商竞争，那就是另一番光景了。所以现在事实上是一个台湾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间。而我觉得这一些嗷嗷待哺的，你说工具机业者、金属业者，其实在今年选战，接下来其实大家问的一个是说，那我的产业接下来到底能不能够受到国家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还是我们接下来尽力努力去争取的。其实，在今年选战，接下来其实大家问的一个是说，那我的产业接下来到底能不能够受到国家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还是我们接下来尽力努力去争取的。先可不可以从财经角度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刚刚特别提到，因为好了，现在的战争跟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样。现在不是看到才能打得到，像刚讲到，包括无人机啦，包括很多的这些。那这次是包括委制跟商购这些不在这个里头，那会不会未来摆在所谓的年度预算间？可是眼下，因为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今天要，明天要，我今天就开始做，明天就有的。对，包括研发，包括那个制程啊，所有这些。对，现在的状况，因为看起来军购
就是这样7800亿了，3000加4800了。对，这个我分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刚刚吴正讲一个很重要，对台湾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就是说有自己国防工业的厂商啊？因为就像刚刚吴正所举的例子，如果乌克兰到时候就每年可以生产几百万架出来的话，那对台湾来讲，有人会认为说，那我直接跟乌克兰买不就好了吗？我干嘛自己要扶持这些厂商呢？错，我们要想象的是，如果发生战争比较极端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自己在台湾里面就有厂商能够生产出来快速补给的能力？但这对台湾来说讲才是重要的，因为补给才会及时。你不可能到时候就在战场上面呢，我发现无人机消耗很多了，然后我在跟乌克兰采购，然后请他什么时间可以到货，到时候再等，时间上效率是来不及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台湾自己有厂商呢，可以及时生产出来，符合国家自己的需要。这是第一个要先讲的。那第二个是这次的军购案里面在厂商的部分，我看了一下，那个在这个委购跟商购的部分，它有几项，包括这个滨海型的坚侦型无人机啦、小型自杀无人机啦，然后跟这个自杀无人艇啦，这几个部分呢，跟台湾的厂商在这次里面，它都没有，这是算在7800亿里面。换言之，这几个项目呢，帮台湾协助开发这几家厂商呢，它有可能它的整个开发期程，它就会因此而延后。那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没有把预算纳进去哦。可是你去想一件事，国防部跟这些台湾的几家台厂之间啦，不管是中光电啦、雷虎啦，然后或是像做这个台船啦、龙德啦，跟这些厂商的接触，是现在才开始吗？是预算通过之后才开始吗？不可能嘛！这一定要在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接触，然后再规划，然后呢，这个厂商派人到国防部来听国防部的需求嘛，甚至到国防部到三军的各军种去听需求，听完之后，厂商再回去，然后再规划做一个 prototype 出来之后，然后再去问国防部说这个是不是你们要的？这个如果是你们要的，那我们再往下看怎么继续规划做开发。所以这是走一大段时间的期程啊。因为我有朋友至少在其中2家的这个供应链里面啊，那他们呢是从去年前年陆续就在做国防部的案子哦。结果在今年初的时候呢，他们有接到国防部的通知啦，就是告诉他们说，今年有可能会出现会延迟开发的状况。你要想说，他们都是已经到国防部开完会、听完需求了哦，然后甚至都已经投入人力，然后再做相关的 prototype 的建制哦。结果现在呢，国防部告诉他们说，因为预算的关系，所以很有可能呢，整件事情会往后延哦。那会往后延，各位要想2件事情哦。第一个，对台湾来讲，台湾的国防时间是不是经得起等待啦？因为这个黄金的时间你只要一拖我们讲说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刚好是台湾正需要的时候了，而全世界现在做的呢也没这么多，刚好美国现在呢又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跟 AI 有关的公司愿意跟台湾去做合作，那在这个时间点，台湾如果错过这时间点的话，那请问台湾未来要建制自己的无人机产业的时间，这个时间期程是不是要往后大延？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于说，台湾现在在建制这整个无人机产业的时候，我们刚好提到你很多事情呢，你看在7800亿里面提供的，包括这所谓的这个什么急杀型的这无人机啦，然后硬杀混合反制无人机系统。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它这里面对于坚侦型的这些现在都没有提到呢。那坚侦型的这是反而是放在这个没有放在7800亿里面哦。那等于说我们坚侦型的数量只有前2年国防部下订单产出来的数量，那个数量算得出来了，大概就是3000架到4000架左右了。你真的一旦开打出事的话，3000架4000架很快就消耗完了。请问后面厂商谁帮你去补给后面的无人机？因为你前面没有下过任何的预算嘛。那你甚至我连开发阶段如果还有需要再完整的开发都还没有完成的话，那后面请问怎么去量产出来？就算要量产，只能量产旧型的呢，新型的不行呢。所以对台湾来讲，整件事情就卡住了哦。那如果卡住的话，那你要问一件事，这个是台湾的国防现在需要的吗？那为什么我在讲这件事情？因为前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不管是3800亿变成3000亿，还是不管是4800亿，还是4000亿，还是5000亿这个数字。这些数字都像是菜市场里面的喊价，跟政治上的作用的结合，都不是实质在讨论说台湾现在需要的无人机是哪一些能够保护台湾嘛？我们需要多少自杀型无人机，需要多少针尖型的无人机，然后需要多少垂直起降、大型比较贵但是攻击能力比较强的无人机。我们这次对无人机的型号是分很多种哦。那这么多种的情况之下，没有人在跟你讨论说我们哪一种坚侦型的需要几台，自杀型的需要几台，然后那种可以垂直起降有攻击能力的需要几台。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在讨论这些事情，我们讨论的就只有一个。到底4800亿好，还是这个4000亿好，还是3000亿就够用？我们讨论都是这个呢。所以这些我们所讲的细节的部分这个战术型无人机、坚侦型无人机、攻击型无人机，甚至到自杀无人艇，这是我最压抑的是，竟然连自杀无人艇也把它排除掉呢。
就无人机大家知道很重要，无人艇对台湾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呢。我竟然连无人艇都把它给排除掉，那你要问一件事呢？就蓝白认为台湾的作战还是需要真人在上面，然后呢拿自己的肉身去换在战场上面的攻防吗？因为新时代新科技的战争是尽量以不消耗人命为大前提之下，我靠着无人机、靠着无人艇就可以去作战了。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的国防里面没有被拿出来讨论？反而我们看到的是菜市场叫价的数字。最后我给大家看哦，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波台股里面哦，几乎是涨翻天啦，很多没有想象到的股票呢跟着都涨上来了哈。比如说这个大家过去因为 PCB 是传统产业 ，PCB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涨了一大波啦。然后呢，铜箔基板呢也涨了一大波了。然后大家看到的是连这个联电呢也拉到近26年来新高点，快100元哦。然后呢，甚至我们看到什么呢？像台玻传统产业，对不对？台玻的股价也翻到70块，也是因为搭上了一个在 CCL 里面的题材。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国防工业哦，我们的国防工业现在看到的状况是什么呢？是看到给各位看哦，我们的国防工业反而股价呢，因为在这一波政治纷扰里面。军工概念股的股价，像中光电，它做的是我们的坚贞型的无人机哦。你看这个中光电的股价，在这个去年9月的时候，到了141块了之后呢，这一波等于腰斩下来，回到了73块左右，然后盘整在70几块，股价腰斩。那中光电负责的就是我们做坚贞型的无人机，那结果这次坚贞型的无人机看起来呢，这个应该是被排除在7800亿之外。那雷虎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的股价从191块回到150块上下，所以几乎都是回档的状况。跟台股这一波涨翻天的情况呢，他们是完全跟不上去的。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对这些厂商来讲，这个钱能不能赚到，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就是国会跟我们国防部呢，大家科学、理性、务实下的选择啊。套用柯文哲的话，但问题是在于说，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科学、理性、务实的讨论，看到反而是偏向政治面跟菜市场喊价式的讨论。那你要问一件事呢？那这跟国防台湾本质上需要的防御、需要的国防是长什么样子？请问这个对民众来讲，是不是政治人物应该给民众多一点这方面的资讯跟讨论？请问这个对民众来讲，是不是政治人物应该给民众多一点这方面的资讯跟讨论？有生力量当然都非常的可贵，要不然的话，那二战的时候，就不可能会出现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为了要保存有生力量，因为人命真的可贵。刚刚讲到，因为现在无人机发展，老共也是一直在发展，就像大疆啦，所有这些。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片子，一个影片，现在的无人机已经发展到胜或无人机跟无人机之间的战争。就是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那边飞，然后乌克兰的无人机在上面，乌克兰无人机直接把俄罗斯无人机打掉，就接下来它已经变成无人机之间的战争。老共一直不断，他也在发展这些，大家都知道。那未来就是蜂群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未来要怎么样的防卫，这些好都是整体台湾中华民国在防卫的过程需要的这些。而现在看起来，因为一个军购案，都好，军购案表面上看哦，尤其国民党内部。表面上看，当初是3800亿加 N 跟8000亿之争。有人说背后骨子里面，第一个那是党主席党权之争；第二个那是2028谁能够主宰天下之争。只不过提前在这一次好，另外就直接以中华民国台湾整个大局来看的话，它就是亲美跟亲中派之争，是这样吗？当然是这样子啊。如果没有70年那件事情的话，今天会退，郑丽文这边会退到。你觉得他不会退？当然不会退啊。前2天都没有改口啊。那后来因为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 AIT 啊 ，AIT 给的压力是给国民党的立委。郑丽文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从头到尾就是3800踩到底嘛。那个 N 可以是0，可以是现在补一个数字变成最后总和是7800嘛。郑丽文的党权是一直很固执，尤其是跟从北京回来之后，从来没有收口啊。表决会输就不要表决啊，党团就是这样做啊。之前卢秀燕喊了几次了，有用吗？没有用啊。韩国也讲过话啊，有用吗？没有用啊。我只要党团不表决，你案子过不了嘛。就这么简单嘛。但插枪走火纪念年嘛，所有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点了。那
至于国民党的安全论述是什么？就跟你讲和平嘛，躺平嘛，还有什么印象？你有什么记忆点？我没有记忆点。那呢，如果没有纪凌年那个事情，郑丽文的意志继续可以贯彻，比如说拖过了川习会，那当然它有象征性啊。北京也看在眼里啊，那就表示这个党权够强嘛。但是因为纪凌年跟擦枪走火引起的，这是国民党内部因为韩国瑜的事情而反弹嘛，所以分散的个别力量瞬间集结嘛，所以你就看所有人都跳进来啊。他们之前要过8000亿的这批人各自为政了。好，但瞬间集结还是有力量。东豪，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一直说党权很强，这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面，跟虽然都不是政治人，可是媒体因为大家都跑政治，都跑这么多年来，好像第一次觉得党权原来强成这个样子。我这样讲好了，连赵少康。他直接讲啊，他是在纪凌年前，对不对？连赵少康都被打成感觉上快变青鸟，绿少康啊，青鸟康啊，对，这为什么会变这样？因为你根本不要怀疑赵少康对于国民党或是对于中华民国的这些，可是为什么就因为一个他觉得应该是8000或什么这些，然后就要被打成这样？因为这是国民党的结构问题了。国民党有一半的人他的支持者不一定是党员事实上是蛮轻松的然后呢，这里面支持统一的越来越显性。这一股力量构成了各方面的压力。所以当他觉得说你是比较靠美国人的时候，你就被打嘛。在很多脸书上面，很多各种不同的群组里面，你都会看到这样子发言。而且有特定的人在转述这样子的论述。那这些所有东西支撑到最后的投射是在郑丽文身上，不是在赵少康不是在卢秀燕。好，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失算的地方是韩国瑜。就这批人不会去动韩国瑜。所以瞬间造成反弹。赵少康讲话有用吗？我跟你讲没有用。他跟尹乃菁以前是共同主持节目的。你如果看这两个人最近的讲话，你会觉得说，他们是陌生人吗？应该算老朋友了吧？你会跟你共同主持节目的搭档，就在直播上面就这样讲出来吗？通常来讲，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不会吧？我一定是私底下沟通嘛，知道我跟你这个事情的观点差异在哪里，但是有没有共同点嘛？然后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嘛，就不会走狗来走狗去了嘛。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郑丽文这个党主席，他跟以往国民党的党主席完全不一样。2016年以后啊，不管是吴敦义或者是朱立伦，你这两个人时间最久，他们不是常常上电视节目的人，他们不是那么话那么多的人。可是郑丽文是一个国民党很特殊的党主席，他天天讲话，甚至唯恐大家不知道他在讲话。党主席这个位置，在过去来讲，在国民党里面，你会觉得他没那么重要，这是一个感觉上好像是一个瞧事情的位置，在后面那边瞧来瞧去，都已经快觉得是周天子了，你知道吗？结果现在发现不是。其实他有提名权，对，有提名权，他一定有影响力，但是你不会觉得那么大。可是当一个提名权再加上一个每天要讲话的人，这两个一结合，你发现你就可以知道。他可以把那个权力放大。好，那国民党是形成一个问题了，他的诸侯跟他的党中央就摩擦得越来越凶，摩擦到最后你就看到韩国瑜那一幕嘛。好，你在这个摩擦，在这个已经开始互相碰撞的过程当中，一般的人怎么看国民党？然后你今天韩国瑜的事情，这立文非常有趣啊。他绝对不会处分纪凌年，翻篇了。他算我的，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去看卢秀燕。好，他知道这波前面有失算，他在做修补动作啊。然后修补完了翻篇嘛，就是要翻篇嘛，是修补他自己的部分，他没有修补国民党。我最近跟一些不关心政治的人。
我问他一句话说：“你们知道立法院那个军购在吵什么？”他说：“他搞不清楚，现在还是搞不清楚。”但我说：“你会关心吗？”他说：“会。”我说：“你关心什么？”他说：“第一个可以不要再继续这样子吵了，很烦。3个党他都很烦。”那我问他说：“你会在乎吗？”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也想安全，不想，同时又不想战争，但是呢，他们又受不了现在立法院，这批人还没有决定他要怎么支持，这批人会很关键。这批人会很关键，因为吵到这批本来不关心政治人开始关心政治的时候，是民进党会赚到还是国民党会赚到，我不敢讲。但是吵成这样，让不关心政治人都开始在注意的时候，那就会有事情发生。不过小平是，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2028好了，目前看起来似乎2028，因为连郑丽文主席自己都说，也有很多人提到他。OK， 韩国瑜，你从他最近从他那时候讲那个老牛啊什么，他很早以前，他不是这次才提的，他上次就提了，那时候大家就知道，其实他绝对不止于此，他的心态。那卢秀燕市长更不要讲，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一仗包括最后出现的是7800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那在未来2028这一仗，这3个人目前看起来谁占优势？应该这样讲哈，就是郑丽文是有别于他是街头出身，他不是那种建制派、宫廷派的当道主席。我举个例子哦，讲历史的故事，我讲吴敦义跟他的差别。2018是不是狂胜？我是本党。然后你知道，可能他的夫人呐，特别他的幕僚啊，你知道给他什么建议？你知道吗？就是最后宣布那不赢了吗？台上鞠躬，立刻宣布直选2020的总统。吴敦义拒绝。可是郑丽文不是吴敦义。你就是说，如果要是郑丽文是碰到那种场景，就也不用等人家劝进，他直接就自己说，可能他可能就会这样做了。然后我简单讲，就是他不是建制派，他也不是宫廷派，他就是街头出身嘛，我说，而且平民的小孩嘛，那就敢拼敢杀。那现在有，然后在这个政协会之后，有没有信心爆棚？有。那有没有？但吴敦义想不想选2020？当然想嘛，因为上公就知道想不想，全世界都知道还是想，你更知道，对不对？吴敦义。那可是郑丽文想不想？也想，对吧？我说2028好，那可他想就会讲出来。吴敦义想不敢讲，这就是建制派，扭捏捏，是这样子。对，建制派通常都要黄袍加身。对，反正很啰嗦、很讨厌的，就是了。反正急死人了。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就在这就建制派。一下。对，不行，要禅让。对。那现在他的民调当然比较低，叫4%。对。可他绝对有雄心壮志去选总统。当然，总统的提名办法。那最完整的办法是叫做全民调，对不对？那最简单的办法呢？又是37哦。以前那个中常委有很多，不是37那个都很民主了，好不好？你为什么？所以当初我们永远不缺拍马屁主席的中常委好，这点上公也会很了解然后还有不缺拍党中央马屁的4亿元。所以呢，那个时候好多党，你知道，我就孤影其名，好几个中常委就，直接我们中常会给你鼓掌通过吴敦义啊，总统真的啊有这个。可是我觉得郑丽文他愿意在7800通过，我认为他不会做这个事。我认为还是全民调。那73看有没有修？有没有修这个现在的提名办法是可以73哦？对啊，不是只有全民调，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当然时间还久，有几个关卡。但我敢讲，他的信心是爆棚，他是想选总统。我在节目敢确定，郑丽文主席是这样想的。那当然选总统时间还长，要看2026选人怎样。那之后个人民调的消长，然后这个韩卢有没有结合什么？我觉得这有一点复杂啦。那我的看法是这样，是这样子。我最后要讲的是，赵少康都被讲成绿少康，实在对他很不公平。青鸟康，对，青鸟康，你还笑着讲。
你不是战斗蓝的吗？还好不是那个大嘴鸟抓那个老鼠，好吧？这个新闻好，那青鸟不是大嘴鸟。好，这是你往中间走必定要承受的苦难啊。那最后我们的深蓝跟中华民国派怎么样的攻防，怎么样的合作，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OK。但是刚才前面吴队有特别提到海鲲号这件事情，就包括潜航测试啊，包括发射超雷啊，所有这些，创夏，这最难的地方还有所有这些，因为创夏曾经我跟创夏聊过，包括潜艇不是大家想的，把一个东西做完以后摆到下面，像那时候大家不在讲中国大陆还有人讲什么3万块可以做一个，他自己搞一个东西下去可以起来，不是你听完以后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种事情。这样潜艇有多难？尤其做到今天这样子，潜艇很难是第一个，它要潜下去，对不对？潜下去的压力每10公尺增加1大气压，所以它的整个结构、材料又很难。然后第二个呢，潜艇它之所以就叫神出鬼没嘛，所以它最后它不是只有红外线、水文、水波、雷达。各种状况那都很难，这些都是潜水艇的基本功能。但潜水艇最重要的是什么？伏击。对啊，你要伏击啊。那伏击不是打水雷出去就好啊。2战刚开始的时候，要不是后来一个德国一个女演员发明了变频，那个鱼雷打出去100枚里面中1枚就不错了。你这个鱼雷要打得出去，打了出去之后，因为你出去之后水压会变水流会变，水文会变，人家船也在跑。对，然后声波也可能它有干扰器。所以你要击得中，所以现在的鱼雷像我们买的 MK48那种可以把整个鱼雷龙骨打断的，我们买了里面有4枚叫做超雷，超雷才是你确定你这超雷操作的非常的熟悉，所有的参数你都准备得很好，你真正的战雷打出去动75可能就才会被击断。所以这一次的验证就是验证了这个2枚超雷。超雷其实它里面除了没有弹药之外，重量是跟实际的战雷是一模一样的，它的速度55节，在水里面55节是非常快的，55节也是一样的。它所有的操控出去之后，你的遥控、你的侦测、你给它的所有电子讯号的命令，通通都要一样。所以这一次呢，海鲲号它已经验证的就是它有战斗伏击的功能所以这次出去，所以你看到2枚超雷嘛，我们总共有4枚 MK48，价格呢不知道。因为它的算法是跟那24枚战雷一起的，是套装在一起的，所以它其实价格是跟一个，然后后面呢，它会拖一条非常长的电缆，那电缆里面有光纤或什么，因为你出去之后它碰到的所有的状况数据是及时回来，然后我们回来之后要去把那个所有的参数把它弄熟之后，你真正的将来要伏击的时候，所以验证第1枚打出去。验证第2枚打出去，然后打出去之后呢，它颜色会很鲜艳，因为超雷很贵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捡回来。所以你会看到旁边一定有个船把它回收起来，然后回收为什么它颜色要比较鲜艳，不是像真正的鱼雷那个在水里面，因为我要回收之后下次再来验证它。所以当今天我们这个海鲲号就已经不是什么徐小新讲的浮起来，它可以潜下去，可以浮起来，而且可以打出去。而这样一个状况之下，这个海鲲号看起来距离真正服役成军是越来越近了。OK， 但上公现在看起来的话，老共一直都很在乎，其实他有很多动作或讲很多话，不见得都针对我们讲，他更在乎日本那一块。他跟日本之间，包括日本也是，因为日本包括在与那国，包括在西南诸岛这些。不断的强化相关的一些军事，甚或讲说飞弹啊，所有这些，所以老共有很多的动作是针对着日本在做，那日本也有很多的动作，讲白了，他也一直在防着老共的那一块，所以现在包括在与那国的你说多层次武装啊，还有日本在菲律宾发射那个反舰飞弹，那老共看在眼里一定很不是滋味啊。之前在与那国岛先设了雷达塔，侦测，接下来电战部队进去，现在。小泉进次郎，他们的大臣，国防大臣里面直接在国会证实，2030年将要在与那国岛配备034中程防空飞弹，它大概射程是50到60公里啦，好，50到60公里啊，好，它等于说是要把这个与那国岛先建设成一个征收跟防卫型的岛屿。征收跟防卫型的岛屿，那当然，
中国最近生气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美菲的肩并肩演习。好，演习过程中，我们的总统就从演习的飞机飞过去了。好，回来的时候有经过演习区块，他们正在演习。那日本也派了1400多人，其中也派了所谓的岛屿防御部队，专门负责岛屿防卫的去参加。那在5月6号的时候，肩并肩实施了一个集成计划，集成演练，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这是第一次日本把884反舰飞弹在境外第一次发射，在菲律宾本岛吕宋岛那边，距离75公里，把一艘菲律宾的巡逻舰，大概1250吨左右，他用884发射了2枚，陆基式的发射2枚啊，当然第一枚是直接击中。另外一枚可能受到影响，从目标区的上方过去啊，没有击中啊。那这件事情，中国就跳起来了。中国认为说，你这一个试射的行为，是你在搞新帝国主义吗？要搞你的新的军事主义嘛，所以又跳起来了。那当然，中国也有一点生气的是，你肩并肩，你开什么玩笑？你们海上的那个2栖装甲步兵车那个样子，我们看到这边的上面这一张图，那个样子，怎么看都像下面这一台。下面这一台是那个中国的2栖装步战车，好，ZBD-105。下面这一个是中国的，但是你看他演习的那一个2栖在海上的2栖装甲步兵车，你看他们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像？那个海上那个是我的靶车啊。那意思说你拿我的很像我的样子，然后去当靶车，你就要打我的意思。那美日菲肩并肩。就告诉你，你看嘛，我们靶车是用谁的，你们就知道我的标靶对象是谁嘛。我的敌人是谁？而且他这个是在老挝地区老挝地区里面用那个无坐力炮啦，还有迫击炮啦等等在实施嘛哈。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地区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地区基本上台湾那个海域等等其实跟老挝他们那一边。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视为一个防御区块防御区块，所以这个老共看了当然心里很不舒服啊。因为你既然你的靶船，为什么你都针对他？他觉得他都针对他，跟我的战车怎么这么像？那跟我的战车，所以我觉得，当然了。日本的整个军事的装备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针对中国。你包括他们5月17号，5月17号在西南诸岛，从九州一路到包括冲绳一路下来到与那国岛，他们要进行什么？大量运输跟物资的准备的，进行大规模的演习。大量运输跟物资的准备的，进行大规模的演习。从西南诸岛一系列要大规模的演习，17号要演习到22号，长达几天，专门在做运输、物资补运等等。那你说与那国岛在做这件事情，距离我们110公里，晴天的时候，都可以在宜兰那边直接看到与那国岛。那你说，中国的想象是什么？当然对日本就是越来越火大。怎么样？其实基本上你要看到的是一个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所以中国会这么生气。我们在去年之前2年之间都在讲一件事情：戴维森窗口。2027中国有攻台的能力，但是你要当高市早苗，现在这半年时候，你要看中国的一些智库。中国的一些军报的投书在讨论一件事情，全面重新改写攻台剧本。因为日本的角色加上美国的安排有里面的差别了。首先呢，你要先看的是为什么在吕宋岛北方做集成试演，因为就是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就是让中国的舰队为什么面临南海，
让你中国的舰队要从巴士海峡绕到台湾东部，出了状况。然后再过来，刚刚讲的就是与那国岛。其实与那国岛装的那个884反舰飞弹，不是防空飞弹，034式反空飞弹，它从2022年开始，石环岛、宫古岛，一直到现在的与那国岛。如果你用地图上去看那一条线，中国的军舰会绕到威胁我们的加商基地和制航基地。过去也是从这边过来，北边从那走，南边从巴士海峡那边走。对，所以它等于是钳制住南北两端。所以这个时候就给台湾，他过去攻台剧本就是算你美国川普讲的16000公里的陷阱，美军要来要很远。但是现在，等于是日本非常积极主动的在这边告诉你说，我已经是从过去的被动防御。变成是主动参与，而这个主动参与就是为什么中国官媒现在没在讲戴维森窗口，美国也没在讨论戴维森窗口，在讨论的一件事情是中国2027改写攻台剧本。OK。接下来呢，当然包括今天的军购，那对于年底的选战或是所有台湾的民众的心理会是什么样一些感觉？那当然接下来大概会是慢慢次第会浮现出来所有相关的一些的影响。那除了这个以外，对民众来讲，当然民生非常的重要。老鼠的这件事情，尤其是如果对，因为不会说一个城市一只老鼠都没有。只是这一次老鼠的事情，在台北的事情，是不是本来以为蒋万安开过记者会以后，然后包括各局处首长，应该就要慢慢的平息下来？甚或蒋万安后来是在昨天还今天这2天直接宣布台北12区大清消啊，什么要进行这些，但这些议题。当在国际媒体之间报道，譬如说像 BBC 中文版啦，或什么在报道这些的时候，它势必就会引起另外一波大家的重视，一定会是这个样。尤其现在有很多人都只要看到老鼠就拍影片，然后就传给大家看些。尤其是今天看到在大直的这个影片，我想很多人大概在自己的手机上面都看到，让观众们看一下好了。这个今天业者也有出来道歉了 ，OK， 来。哇，真的有哎！有哎，怎么真的有？就好，这件事情对他现在，因为包括蒋万安他也出来跟你讲说，当然他有说这是不是认知作战，然后南苏北宋这些，但是他也做了开始要做12区大清消啦，包括鼠类侦防室啊这些，但看来这个议题并没有真的平息下来。这个议题当然没有平息下来，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议题当然是越烧越大嘛。那这个议题我们什么时候注意到这议题的？你知道吗？注意到这议题的时候，对我来讲已经是2月初的时候注意到这议题了。2月初，对，并不是现在，今天是5月8号，不是现在才出现这个题目呢，是2月6号的，因为1月6号的时候先出现第一起一个70老翁了。他因为这个等于说汉他病毒的关系死亡了，可是当时呢，其实已经很多人拍到就是跟老鼠有关的画面出现哦，所以这件事情呢是2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然后当时很多人啊，包括那时候我在问到大安文山区的里长，很多人都认为啦，蒋万安的处理方式呢，这个老鼠的问题一定不会解决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给各位看了，给各位看当时2月6号的时候哪些新闻哦，你可以看到这些新闻哦，你看。这个大安区的老鼠啦，群聚在觅食啦，一群哦，在那个地方啊，你看光是看照片，你有没有觉得很恐怖？然后你看这个蒋万安当时脸书也被人家灌爆哦，灌着这个网友呢上去留言说，请派人平定安鼠之乱。所以安鼠之乱这4个字在2月6号的时候就出现了，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当时去蒋万安脸书下面留言的时候呢，人家就直接这样写了。然后呢，那旁边你看到还有这个老鼠是在北捷的车厢里面，老鼠在逛大街啦，在车厢里面哦。然后当时北捷还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看过监视器，觉得这应该是呢有人背包里面跑出来的老鼠啦。好，当时那个北捷是这样跟外面解释哦。所以那时候大家想说，捷运站怎么会出现老鼠？你说餐厅出现老鼠啦，然后菜市场出现老鼠，大家还可以理解哦。台北捷运呢不能吃东西的地方出现老鼠是为什么？那所以那个时候北捷甩锅说是乘客带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发现1起之外，又再发现第2起。那请问一下，每一起都是乘客带上背包的，里面有老鼠跑出来吗？所以哦，这已经没办法单一用个案来解释了。然后2月6号的时候也是一样哦。当时台北市已经在做清消这件事，所以这个议题不是什么政治议题哦，它是一个当时已经在燃烧的题目哦。那这个题目在延上的时候，我再给各位看哦。
当时是国民党籍的议员跟里长都已经有反应了，所以呢，这个题目呢，过去这一个礼拜把它打成政治题目的时候呢，我就说这个议题已经打到歪掉了啦。为什么打到歪掉？当时国民党的议员是谁出来讲这件事情的？当时1月底我们刚刚给各位看是2月6号是1月底的时候，国民党的议员这个王心怡出来告诉大家说，要求蒋市府啦，要这个恢复柯文哲时代取消的灭鼠州啦，因为他说当时有很多大安区的里长在陈情啊，大安区的里长说，以前呢这个郝市长时代在办的灭鼠州这个各局处是跨局处也就是市场处要动员，环保局要动员，各里长一起动员，在10月的时候同步办理。那各位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件事情？所以灭鼠州同步办理的时候是各行政区各里，包含市场，然后包含环保局的单位。大家一起在做扑杀的时候，老鼠才不会有你在 A 里在扑杀的时候呢，老鼠跑到 B 里去嘛，你在处理 B 里的时候，老鼠跑到 C 里去嘛。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说，那时候里长在反映说，希望呢能够恢复这个灭鼠州的这个行动，让大家把力气集中在同一个时间。那反映这件事情呢，是国民党的议员王心怡，也不是民进党的这跟党籍是无关的。然后呢，跟他反映的是大安区的里长。所以换言之，这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政治题目呢。那结果呢？过去这个礼拜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政治性的做法，包括什么南鼠北送啦，把南部的老鼠赶来台北啦，然后讲说这些老鼠呢，这个南部也有老鼠问题啊，为什么要特别挑台北来讲？事实上，就是因为台北看到的老鼠问题呢，就民众来讲，这里面是叠加的2个效应。第一个，民众看到了之后呢，我现在想起来，有没有觉得自己看到的那个频率变高了？第二个，频率不但变高了，大家看到顺手因为现在手机很发达了。你说10几年前没有像现在智慧型手机那么发达，现在人手一机照这个录影功能一拍就是一段影片就传上去了，传上去，抖音上面也有 ，YT 上面也有。那我请问你怎么挡得下来，能够告诉大家说这个都是大家眼睛业障重？过去老鼠也这么多，现在并没有比较多，就不是嘛？然后另外一个是这就是我讲的。当蒋市府认为他办了一场记者会，这件事应该就要平息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到，我想说这件事完蛋了。为什么？因为老鼠问题鼠患2月没有解决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大规模投药大规模投药，然后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蒋市府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大规模投药？我想说你。3个月前大规模投药，3个月后大规模投药，那表示这个投药方式根本就无效嘛。那既然无效的话，你用同样的方式又怎么期望它在未来3个月会有效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嘛。而且我再跟各位补充一件事情2月初当时事情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蒋市府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说，这个老鼠死亡通报比例有增加，然后表示是有效果的。可是2月初事情闹大的时候，当时有基层透过议员在反映一件事情，反映说。怎么可以在基层的公务员身上压到底消灭多少只老鼠的 KPI？ 那大家身上要被消灭老鼠的 KPI， 那你让它回报回来，老鼠被消灭的数字当然是增加的嘛。但老鼠被消灭的数字增加，不代表我环境里面的鼠患问题是解决的啊，这是2个不同的逻辑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蒋市府丢出来的数字跟实际处理状况呢，这个跟大家想象中落差非常大。所以鼠患的处理，你是必须要。针对大家至少先想一件事，如果柯市府时代8年的执政时间已经养成状况是本来每年都会统一集中扑杀老鼠的，但是这件事已经8年没有做了。每年都会统一集中扑杀老鼠的，但是这件事已经8年没有做了，8年没有做，蒋万安在现在接下来的2年他也没有做，10年的时间，如果台北市的老鼠在这个情况之下大量的跑出来或大量的繁殖了，那你怎么可能只单靠投老鼠药这件事可以解决？然后还说老鼠药是中央核准的，然后最后我只给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呢，我想昨天应该有讨论那我想讲是给各位看这个图呢是基层的公务员台北市环保局的消毒班长。被媒体问什么呢？问到就是说这个你在外面大量的投这些老鼠药，那不会有宠物不小心就吃到然后就死掉吗？那结果他的回答说，一般的民众在饲养宠物的时候，应该会把它喂饱啦，不会说今天一只宠物带出来是它很饿的状态，所以这一只宠物饥不择食，它去吃它觉得很难吃的老鼠药鼠饵。这是他的回答方式。那
他回答的这内容，很多人觉得怎么会这么的夸张？那你照你的讲法是，如果我家的狗狗带出去遛的时候没有先吃饱，它就有可能吃到这个它难吃的老鼠药，就是我没有喂饱它。但问题是，它如果真的吃了，它也死掉了嘞。它也死掉。那我请问这个账要算在谁头上？那我这边强调啊，我不是要苛责这位基层公务员哦，我要讲的是。怎么会这种事情到最后是留给基层公务员来回答啦？你留给一个消毒班长去回答关于你的政策面实施的问题，请问一下，这会不会太夸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BBC 这一篇的报道在报道安鼠之乱的时候，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直击人心的字，讲的是你的城市治理的信心呐。就民众看到了不会觉得很害怕吗？各位去想一件事，你觉得对台北市市民来讲，到目前为止有看到这件事情收敛的迹象吗？那个老鼠有效对治老鼠的策略跟老鼠之患什么时候能够平息这件事情，我连止血点在哪边都还没有看到呢，所以我才说这整件事情延伸到现在变成信心危机了。那信心危机要怎么处理？对蒋万安来讲，恐怕不是用政治上的方式可以处理啦，就是说这个要报警说这个什么。造成大家这个信心上的问题啦，然后或者说这个东西呢是南输北送，这都不是解决事情的方式。解决事情真正的方式是什么？是面对问题。为什么？我一个朋友他是真的有1999回报老鼠的问题，你知道他遇到什么状况？他在他家附近的公园看到一大窝老鼠，打了1999之后，台北市环保局打给他，还亲自跟他确认哪一个公园哪一个地方有老鼠。结果环保局我这个朋友还很感动哦，说环保局晚上加班冒雨跑到现场去确认市民遇看到有老鼠鼠患的区域，他觉得这公务员好棒。结果你知道他看完了之后呢，他说环保局告诉他说他们什么都不会做，因为公园不归他们管，是区公所管的。然后这件事情推到区公所那边去哦。那结果那个朋友很生气，他就问他说：“你人都到现场了呢，你环保局总是有投老鼠药吧？你投药也可以吧？你放保鼠笼也可，那个老鼠笼也可以吧？”结果区公所呢，他跟这个环保局的人说：“那你可不可以把案子你就转给区公所了？”他说：“我已经打好几次了嘛。”那结果他经过1个多小时之后呢，再告诉我这个朋友说，中正区公所不受理。那因为他的陈情内容提到说，民宅旁边的草丛里，然后区公所说民宅不归他们管，所以区公所不处理。那我就问你一件事：如果一个台北市的市民看到老鼠要通报都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后对市政府我觉得荒谬透顶，原来鼠患就是这样养出来的，请问这样的信心危机你要怎么收拾？小平是像这种个案就应该要检讨，对不对？是检讨老鼠有没有被变造，就是网络这样弄啊，然后不就很多老鼠不是台湾老鼠，但我相信50%的民调认为老鼠的那个鼠患变严重了，这是我们讲客观的那个描述，就是民调嘛那当然，民进党不是吃素的嘛，他这个老鼠不是绝对弄死你嘛？那也是，那是不是沈伯洋选的起手式？是啊，他的前阵我也做一个山水民调，他的民调是23嘛，53比23吧，他现在52、53没有变，他变29嘞。老鼠之乱它升起来嘞，老鼠是不是市政问题？市政问题，市政解决。所以我就怀念起一个局长，叫刘明龙，以前的环保局长。那按照刘明龙为什么没有徐嘞？那现在那个徐世新做的不好，我还打给他联络员说，徐世新以前是你同事，是我打给，因为有些被栽赃，有些没做好。我很公正的讲，我说被栽赃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说一些，你没做好，你要检讨。那我们几个议员跟你开记者会，就前2天。我叫联络员转给他，我理都不理，回都不回。根本不管你的，他管你是谁，对吧？好，这第一件。钟小平是嘛？后面还2、3个不止。那回都不回。那所以我讲刘明龙何在嘛？那请问刘明龙环保局长，他很会弄这个老鼠这个事情，你知道为什么被干掉？为什么？因为蒋万上台以后就会问员工说，他对员工比较严厉。平常来讲，刘明龙那就你知道我们现在局长特别是区长，请问你管理鼠患除了清消都知道，最重要的灵魂人物是什么？12区，阿扁说一区一区做有没有？是不是12个区长？请问你区长现在干嘛？你知道吗？区长现在要陪里长喝酒呢。因为里长可以好像遴选校长遴选一样，你知道里长可以告区长的状。那区长可能就没有办法当区长。这个东西区长是一定要解决的。我再讲一个小的，但是他跟他喝酒跟有没有喝酒是一回事，但是这处理这些事情不是你没听懂我意思？区长
有时候连里长都忌讳。他如何一个9职等的人，如何去指挥跨局处、市场处要来？我见过2个世界奇观，你知道吗？第一个，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啊？台北桥下桥那个摩托车，那个车厉不厉害？叫机车瀑布。对，我是万华议员，我看过一幕什么？请问你现在是不是新的环南市场？旧的拆掉的时候，多少老鼠在跑啊？就台湾那个拆掉，哇，几万只这样跑。你说有老鼠瀑布是不是？老鼠瀑布，对啊，我看过那个场面，不是，那你这样就应该，如果是你讲区长不好得罪那些人，那就应该是你讲到说变成讲市府要去协调所有人。任务编组要给区长更大的权力，而且他要跨局处，他虽然9职等到10职等，他要10职等以下的官员，不管是环保局，不管是市场处，然后种种，他要受他节制，区块作战。你这个建议有没有跟市府讲？没有。我只跟你讲，你为什么不去跟市府讲？我叫他开记者会，他都不来开了，他也没找我，没找我就算，我不用主动跟他讲嘛，好像热脸贴冷屁股一样。我们老议员了，已经做了30年的市议员了，我们该讲就讲，不该讲我们话也少，好不好？因为我们年纪大了，话就少了嘛，哈。再拉回来哈，然后请问你哈，那这个市政解决，因为这一阵子啊，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因为即使平常不严重，但现在还留一点点尾巴，而那尾巴不是在民进党发起攻击发起线的时候，这阵子都是问题，几乎要解决完善的话，它才能安鼠之乱才会散了，所以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做一些苦功夫，你水沟也要清，你厨余也要弄，然后你垃圾桶里面尽量最快时间把它清掉东西。我认为老鼠一个区块一个区块作战，然后给区长更大的职权，我认为是可以解决的。但吴真，你有看到，包括市府也有讲跟中央之间，然后盛华我们直接讲，那行政院，那你要不要一样？要很重视啊。就是大家如果环境我们的环境部长叫台北市要不要每天要开记者会，他们就回头说，那你行政院要不要每天开记者会？你环境部要每天，现在变成拉着中央一起来背书啊。那如果台北市政府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扩大到变成一个全国防鼠患的漏洞，那行政院就要很重视。那台北市政府同时又跟大家讲没有鼠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矛盾。他们要行政院下来帮，就表示事态严重到收不住了嘛。台北市政府同时又跟大家讲没有鼠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矛盾。他们要行政院下来帮，就表示事态严重到收不住了嘛。就像之前台中厨余嘛，那搞不定，然后到现在都变成那个厨余湖，然后赶快中央赶快出来看啊，糟了，你这个猪瘟怎么回事？赶快疫调我自己，中央要下来接手，是要这样的这个程度，中央要出手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刚这个清环也把这个来龙去脉理得很清楚啊。国民党当然现在说都是民进党政治操作，因为沈伯洋选，可是其实这一切问题起点在于今年2月5号。汉他病毒爆发嘛，老翁离世嘛，那个时候民进党你说沈伯洋有要出来吗？有什么选举吗？没有啊。那所以为什么整个事情会扩散？因为市民感受到很多过去我们体感上不会出现的事情嘛。那包含刚刚我们前面看到影片啊，大家过去以前也没有想说，怎么我在大直点花？大直点花不是什么很脏乱的地方，不是什么厨余没收的地方，不是什么路边有那个吃的屑乱丢的地方了吧？那么大直点花吃喜酒吃到一半，老鼠在那边窜来窜去啊，大家尖叫，脚赶快收起来。这是过去没有这种事情嘛，所以大家觉得说，那你现在台北市政府到底怎么了？其实很简单，这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蒋万市府的一个态度，基本上我认为他们做法讲直接点啊，好像觉得网络上没有人讨论老鼠，鼠患就不存在。对，没有人讲老鼠就没有鼠患，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看，包含他们现在一些做法。包含我们有议员在议会问蒋万安，过去台北市政府有一个抽查的机制嘛，全台北市放480个捕鼠笼然后看到底抓到几只，然后用比例推回去。那蒋万安现在说，这个抽样方法我们觉得不准，不准确，所以现在不做了。那议员当然就问了，那好，你不准，那你有更准一套吗？没有。但因为不准，我们这里不做，所以没有数量，就是说那就没有鼠患嘛。第一个是蒋万安不承认现在台北市的老鼠数量有失控的问题。第二个事情是说，这个包含我看台北市的副发言人也出来回啊，当然帮蒋万安回的嘛。例如说也点名我，说吴峥你是民进党发言人，
台北市的市政问题干你什么事啊？抓到了，民进党果然政治处理。我就一看，哎呦，我现在台北市政府好大的官威，哇！我在这个民进党上班就不可以评论市政呢。我在台北市，你看我们录影也在台北市啊，奇怪，我在台北市出入，我看台北市很多，我不能讲几句吗？你看这他们就不准人讲嘛。然后再来是我看到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议会党团现在也说，哇，要修个新的自治条例，说现在。这个网络上有假消息、认知作战啊，都说台北市老鼠严重，我要定一个自治条例专门处罚。我就哇，你如果真的是说，当然不造谣不对啦，但你如果真的有错假讯息，其实现在社维法也可以处理嘛。那怎么搞到现在台北市还要多定一个自治条例出来？其实当然很摆明的就是要特别来保护蒋万嘛。可是，所以我们看到台北市政府现在定调很清楚，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全力压下去，不谈论就没有鼠患，蒋万就安全。可是这会有什么后遗症？这后遗症就包含说。我跟大家讲，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市政上的问题，就是当你政治定义上不承认有鼠患问题，这一切的压力不会消失，它会往下移转。像刚刚小编员讲到的，很多问题就往下转嘛，就放到基层啊。像台北市清洁队每天要回报抓几只鼠啊，然后你区长的工作量变很重啊，然后对台北市的各部门来说。这个环保局说，那公园归公园处管啊，还有区长那要去扫啊，公园处呢跟区长一看，没有那个你那个草丛刚好在公园外面，在民宅旁边啊，那个又归环保局管了，因为道路上面是归环保局管啊，推来推去嘛，因为你市长说没有鼠患啊，那最好我这边也不要有鼠患啊，有鼠患不变成我管理不力了吗？那变成我的问题啊，所以大家都不要回报啊。那变成说，其实我最近也听我也接到我朋友的消息了，他们在台北市的某个商场，我就不要讲出来，商场里面的摊商啊，现在也接到一些台北市主管单位的要求，说你们如果商场抓到老鼠，不要那个什么挂那个捕鼠笼就晾在外面给人看啊，你们也不要自己这个什么拍照拍影片上传啊，因为到时候如果我们局处盯下来，你们整个商场要封闭要清销，大家都做不成生意啊，所以你们自己罩子放亮一点。所以他在做整个全面的消息的控管嘛，那甚至最后包含我们刚刚讲，其实刚刚小编也点到啊，其实你说现在蒋万安是把台北市处理鼠患问题都说交给环保局长徐世勋，可是徐世勋说实在他过去有环境方面的专业嘛，徐世勋以前是当台北市议员嘛，后来柯文哲当市长，徐世勋议员后来没有继续连任，科委会主委对嘛，他当科委会主委嘛，对啊，他在柯市府任内当科委会主委，蒋万安一开始也把他当科委会主委，那为什么他现在变环保局局长？他从科委会到环保局，这中间有什么关联吗？他上次把应该没有吧？那个局长环保局换掉，那个人住中正区往西里就换这个。不，所以这是一个政治调动嘛。那你现在怕把徐世勋派来，这说在也不是环境清消方面专业出身的人，然后跟全台北市民说没有鼠患没有问题虽然我们这一边方面要做很多东西，但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精益求精，绝对没有鼠患失控问题。你说市民信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当然国民党最近去包含你说。其实前2天我们在这边原志也在讲嘛，说这些都是你看怎么过去几个月不出来，上波要出来老鼠就出来了。你看还检讨老鼠身上，好像民进党有人要选举，老鼠在这个时候就不可以出来活动。那就是你检讨老鼠，检讨选民要定各种条例。问题是大家其实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好：今天如果台北市长不是蒋万安，今天如果还是例如说是民众党、是民进党、国民党的议员，现在议会会怎么开干？会怎么 K？对不对？所以这一切都是政治处理嘛。但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我同意小编议员讲的，市政问题要回归市政处理。而且事实上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因为大家最后就讲一个，大家想一想一件事情，其实有点可怕。2月初的时候，如果已经全台北市大清消过一次，如果已经全台北市大规模投药，对啊，为什么现在会再爆发？所以表示说某些属群已经开始有抗药性了。表示说，你用传统例行性的手段已经压不下去数量，甚至老鼠的数量越来越多。那如果到了这个节骨眼，蒋万安还在觉得说，我就投药，我就清消再来一次，就可以让他平安度过今年。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太天真。那恐怕等到你说夏天真的来了，闷热了，然后梅雨季来了，台北市的鼠患问题，如果到时候再进一步升温，到时候要怎么办？所以我就讲的是赶快动。现在看起来，当然鼠患这个问题、市政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那蒋市府那看从今天开始，你说12区大清消，它的成效到底怎么样？但另外在讲这些是不是都会变成选战的一些的议题？那在话题上面会出现这些。但是东好，第一个蓝白合是一定往下走嘛，对不对？是年级选战这样。对，我们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跟小平在聊，问说他们高层有没有沟通过？因为是陈湛说，那他们高层有沟通过小平啦、鼠会啊这些。但小平说没有，可是陈湛不止讲这样，因为当你要讲小平的时候，反正看起来他们两个跟白银之间本来就没有这么哈的感觉。但是你去讲黄敏惠这一段，黄敏惠是
16年的嘉义市长，当然中间有断一届嘛，2届，然后中间1届，再2届，他在地方上的实力不言可喻。你如果真的要帮齐凯去想办法帮忙，叫黄敏惠，应该不是对着镜头说黄敏惠，你要真的用力啊，什么类似这样的方式吧？你如果是黄敏惠听了会爽吗？小平听了都不爽了，更何况黄敏惠。黄敏惠也要选嘛，他们也要选，要选的是张齐凯，对不对？那陈志安这样讲，你是在帮张齐凯嘛？他就是在台北吹冷气的人。我不是他一定要帮吧？齐凯是民众党现在看起来，张齐凯年底唯一一席就在这被提名的啊。对呀，所以他一定要帮，只是那个方法是没有办法理解啊。就他拜托人的方式很特别啊。可比较有趣的是哈，因为他要讲他小平嘛。就陈志安跟你们党高层的距离比你还近。你说没有对不对？人家跟他讲，人家讲有啊。不是他讲说高层找我谈，没有人找我谈啊。他进不进是他的本领，对不对？但是他敢讲啊，他敢讲啊，他一定跟你们高层有接触嘛。他总不会跟你们高层没接触自己编吧？他说谎他认定的高层有多高？多高？人家如果是党主席那一层呢？他总不会跟你们高层没接触自己编吧？他说谎他认定的高层有多高？多高？人家如果是党主席那一层呢？党主席你不以为然，上公不以为然，上公觉得不到那个层级。我们这主席随便交朋友的嘛。他找黄国昌啊，黄国昌会带着陈志安啊，有很奇怪吗？这样恍然大悟。那回过头来，你再看所有的事情啊，就是说，嘉义好选的话，怎么会轮得到张齐凯？这么白。那跟你个人平常的努力有关。你嘉义不是很大。那个地方是你每天走路，这个我听他们当地人讲，12个还是14个餐厅，可以认识很多人。就是那固定会选举这个事情你要拜托人家，是你要拜托黄敏惠。难道蓝白合以后黄敏惠要负责帮你找人出钱吗？要带你去逛街吗？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翁寿良不行？就民调完了，你就要自己找人找钱啊。选举是这样子啦，你自己努力7分，别人帮你3分了。甚至你自己要努力到8、9分了，人家帮你最后那1分。但是你不能自己1、2分，你要人家出7、8分。没有这种事情。那不管你是哪个政党。但是陈志安就负责嘛，就是出来抱怨的，这种就是负责出来抱怨啊，抱怨给国民党听嘛。你们都不努力啊，某一个程度，你抱怨给国民党听也没有用，你要无所谓啊，你要考虑的是黄敏惠的心情。无所谓啊，就我如果真的要你帮忙的话，这个时候张齐凯只是一个被运用的一个棋子。你以为他们真的要那个啊？这时候在报面黄敏惠的时候，就是要在其他地方要东西了啦。大局是蓝白合嘛，蓝白合一定会赢嘉义吗？天晓得啊。但是我抱怨啊。黄敏惠可以不理我啊，黄敏惠可以不理黄国昌啊，黄敏惠可以不理柯文哲啊，总有人要理柯文哲，总有人要理黄国昌，总有人国民党总有人要希望陈志安不要多讲话。他不是，重点是谁管得住他？白高层啊，这句话是重点吧？谁管得住他？这才是重点吧？陈志安不是自己莫名其妙跑出来的，未必。我讲他不是莫名其妙，你放心，这件事情上他不会莫名其妙跑出来的。假冒高层说高层找过我沟通，他就是乱讲话。对，他可以扛这个但是他是变话题，是变成国民党的困扰。他不要困扰就要处理啊，那找谁处理？找陈志安处理吗？当然不是嘛。所以关键是这里啊。那来上公，最后2分钟，请问一下，现在看起来嘉义刚才讲到这个状况，对蓝白合，就算是蓝白合，那情况也不见得是这么一定乐观。彰化
谢依凤已经天天对着镜头喊了，看起来似乎定局的也不是他。宜兰那就算吴宗宪出现，可是在当时的对比民调里面，不管蓝的白的都是输绿的。输。新北看起来是差不多5-5波，对国民党来讲，这仗怎么打？这仗怎么打？第一个，党中央可以尽量不要做事，不要讲话，直接讲了，就是党主席不要抢镜头了。没有，因为你看李四川政党形象影响29.多%，个人特质30出头一点点，等于平手嘛。所以第一件事情，个人特质是个人主观的问题啊，所以幕僚里面去如何行塑，那是大家要去做的事嘛。但记得一件事，不要把人家从 A 马上变到 Z 哈，中间要有一点过程，不然突然发现，这是川博嘛。第二个，党中央少做一点事，立法院尽量做对的事啊。因为立法院跟党中央合起来，现在整个政党形象，一个你说政党形象，其他的人能代表什么？就郑丽文啊，郑丽文啊，然后另外一个具体的政治舞台上面就立法院嘛，哎，所以两个加起来就是立法院做对的事，党主席少出现一下嘛哈，去美国去3个月都没关系，好啊，那就这样，至少候选人以外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一点是一定的嘛。不然我在这边努力了半天，你也在那边努力了半天，我努力了10分，你那边坏了我12分，我-2，没意义嘛。所以我这边在努力，你那一边要把可控外力里面压低一点。而且说白一点，你郑丽文对我选举有什么帮助？就这样，至少候选人以外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一点是一定的嘛。不然我在这边努力了半天，你也在那边努力了半天，我努力了10分，你那边坏了我12分，我-2，没意义嘛。所以我这边在努力，你那一边要把可控外力里面压低一点。而且说白一点，你郑丽文对我选举有什么帮助？在我新北有帮助吗？或是来彰化有帮助吗？或是到宜兰有帮助吗？没帮助哎。但你要不就拿选票来，要不就是拿钱来嘛，对吧？对不对？但这2样都没有啊。对啊，都没有那就都没有，就安静一点嘛。好，那安静一点，就你不要把负数再往上堆加嘛，好控制嘛。那当然，彰化那就没办法啦，因为彰化已经不是党中央跟这个郑丽文可以控制的嘛。好，因为现阶段当然啦，党中央对刘和然，我不晓得为什么党中央对刘和然最后出现持乐观态度啊，真的，他们现在持乐观态度。原本魏平正，我刚本来想问你，魏平正跟刘和然两个真的魏平正，然后你看到党中央的风向有一点在往刘和然摆荡，对啊，在往刘和然摆荡了嘛。那我也不晓得党中央为什么，因为党中央的高层跟人家在谈这个事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刘和然不可能啊，他说不一定哦，可不一定哦，你们不要讲这么死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哦，真的啊，对啊。所以大家就开始很纳闷呢。然后你看刘和然，现在迁户籍来得及吗？现在4个月前当然来得及啊。看选举公告是8月，对啊，20号投票前一天一定来得及。从投票日往前推4个月，一定来可以哈，来得及。然后你看刘和然对新北的记者说法是什么？我要留在新北市。然后呢，很多人都问他彰化，他就说我100%支持谢依凤。对，他会去辅选。我支持谢依凤，我支持谢依凤。那大家就觉得他态度不可能嘛？但党中央为什么会摆过去？我也一直很纳闷，因为当然
你说李乾隆也好啦，王惠美也好啦，也希望透过侯友宜啦，然后这个王金平也好，那大家就是要透过一堆人去劝刘荷兰嘛。当然，你又说刘荷兰，有没有什么前提选嘛？对啊，对啊。我问过陈东豪嘛，陈东豪就回我2个字：钱跟人。我说废话，选举不是钱跟人，不然是什么？那你跟我讲钱，除了钱跟人还有什么？钱当然有啊，人跟钱谁要去负责摆平谢家的问题县长要不要公开表态的问题等等一连串，那不是人吗？废话嘛，那你各县市，人家问你说这个县市有什么问题，不就人跟那个钱的问题吗？你到哪一个县市都可以说，这不就是人跟钱的事吗？你说张启凯不就人跟钱的事吗？因为他没人没钱呢。对啊，他还是人跟钱的事嘛。刘荷兰没人没钱啊。你走到新北也是人跟钱的事嘛。你讲国民党也通，讲民进党也通，李四川就有人有钱啊。谁说的？李四川怎么会没有人？你看他的那个团队搞成这样，你在讲李四川就是人太多。有人当然人很多但是他的人太多的问题啊，那也是人跟钱的问题。3头马车。OK， 他这个人无不无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所以看起来各县市除了民进党在台北，那就是怎么样了，但还没有提名啊。那国民党在彰化。看起来也不知道到底会是提谁，魏平正啊，OK，那但是看起来的话，那选战慢慢就定位以后，那这场选战各阵营之间，不管市政议题啦、政治议题啊，所有那些开打，未来会怎么样？包括军购这些议题，在未来怎么发酵，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